动谁背后都会得罪大人物，有的人后台还不止一个。你这样大刀阔斧的，以后的事情可就很难办了。难不成丙三兄还有3亲6眷在我属下，怕我动刀子？哎，没有，兄弟绝没此理。没有最好，要有的话，丙三兄一定提前说出来。这么说，你是还想照应照应我这个童年？那是当然啊，我先把你的人裁掉，后边的人就好办了。好，我悉听尊便，悉听尊便。第2点，我们要立法呀，要制定一系列工商法案，包括耕地整理法、森林保护法、商人通则、公司法、破产法、运输保险法等等等等，写成提案，提交国会审议通过。立法规范商业，这很有必要。第3条呢？第3嘛，我国历来轻商，而世界潮流是工商业为第一要务。我们中国要革新观念，提倡保护、奖励、补贴民间企业，助其成长，以利繁荣。此意甚当。郑观应曾说过：“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中国要以商立国，革除困商之政，实行保商之法，这也是我的一贯主张。当今各行各业，尤其需要扶助的是纺织业和钢铁业，因为这2个行业是与洋人竞争最激烈的行业，同时也是关系到国家强弱兴衰的行业。我知道，你一贯主张棉铁主义。对，第4，尤为要紧。丙三兄，我建议对外国资本要实行开放政策。你像银行、采矿、兴修水利、沙漠垦殖这种耗费巨大的行业上，要吸收外国资本，以纾我财力之困。哎，你是一向反对洋人干涉中国经济主权的。保路运动的时候，你大声疾呼要收回路权，你可是急先锋啊！是，当时是在合约不对等的条件下，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我们当然不能不抗争。现在我说的开放外资，是合约条件对等，权利界限分明，绝不能让洋人再去攫取不当利权，这种事情不会重演。这个设想虽好，但是就怕民众沿袭当年的思维难以接受啊！到时候骂你得势就变脸，举洋债，当洋奴，成为盛宣怀第2啊！那就笑马由人了。只要有利国家，我便问心无愧。但是事情总要一步一步的做嘛。等你做到初见成效，百姓的认识自然会发生改变。好，这4条，第1条缓刑，其他的我都支持。好，那我就先办第1条。你，这，来了，请。各位，从今天起，之前的农林部、工商部2部合并为1部，改名农商部；之前的8个司改为农林司、工商司、渔牧司、矿政局3司1局，留用总长、次长、参事、主事共142人，其余260余人，从即日起支领1月薪俸，解聘回家。这怎么这么快啊？你们到时候怎么弄？张总长，你这不乱弹琴吗？100多官员管全国的农林工商，这够用吗？是啊，是不是啊？对呀。你错了。留任的142人之中，只有92人是官员，其他人员都是计监、计政、
等专业技术人士。在我们中国，干任何事情从来不缺少指手画脚的官员，缺的是专业人才。张总长，你一来就辞退了将近300人，如果将来局面打不开，到底是谁的责任？是啊，我们老婆孩子怎么办？张总长，你今天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各位，两部人员冗多，人浮于事，相互掣肘，派系倾轧，这才是问题。如果不裁员，局面才真正的铺展不开。对呀。况且，今日之决议已经得到了袁大总统和熊希龄总理的批准，有不满者可复议或上告。我复议，散会。江淮测量局和导淮局所有经验的测量员都已经派出去了，在洪泽、刘家道、云梯关附近都进行了测量。您看看，泽初啊，这次淮河灾害的测量数据啊，还是有些价值的。观测点太少啊，不能构成有说服力的水文资情，但是对日后治理淮河还是提供了一个参考。我们要在淮河沿线多地设立水文站，全线观测淮河水情。现在这种局势，谁还会管淮河治理的事情啊？他们不会做的。记住，泽初，他们不做，我们自己想办法做。现在的问题是，国内水利人才甚是匮乏，光靠我们南通师范这几个测量员根本就不够，得马上加办专业学校。那建立学校的钱从哪儿来呢？我好歹还是水利局的总裁呀。我已经要求总理从应急资金中给我调钱开办学校，其他的费用嘛，让江苏、浙江、山东直隶均摊，他们的学生就免交学费吧，而且毕业以后可以优先选择学生。等中央财政好转之后，再给学校拨款。司先生，要是中央财政一直不见好转，各省也不能如期拨款，我们又该怎么办？还是那句话，泽初，我们自己想办法办。我大生不是还在盈利吗？林三兄，看见我来了就要走啊？其实大总统让我马上就去，有要事务谈。这样，有什么事情，咱一会儿再说。我不管。林三兄，我当这个农商总长可不是来做官的，我是来做事的。现在我是有职无权，每日画饼充饥，想做的事情一件都做不成。淮河流域遭受了100年不遇的洪灾，袁世凯答应我，拨一部分款项资助，在12围等地建贫民工厂，保障他们的生活。这个话不能不算啊。大总统是批了的，可是现在这个钱，
我再想办法给你凑一凑。哎，记者，我听说你在美国人那儿拿了10万美金的勘测垫款，这个不行，那是我疏导淮河用的，那是万千生灵的生命财产，谁也别想动。再说了，疏导淮河需要3000万美金，就这10万美金，杯水车薪，我自己都解决不了问题。一个国家不重视农工水利，没有任何希望。记者，不是我不重视农工建设，现在政府财政确实是困难，我拿不出钱来呀。你别骗我了，你没钱。你今年的财政预算收入将近6个亿，你把钱拿去德国买大炮对付南方革命党了，你当然没钱。哎，我就不瞒你了，现在的政府名义上是共和政府，实际上是大总统独揽大权，大事小事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现在连国会都不能正常开会，一开会就得叫军警来维持秩序。只要是谁提出反对意见，那马上就取消他的议员资格，谁拿他都没办法呀。我这个内阁总理很无奈，季志兄，其实我就是个傀儡。哎，一个国家政府做事这么费劲。好吧，冰三兄，既然你没钱给我，那我就跟美国人签借款协定。总之，这样时间拖长了，国家农林工商发展停顿不前，我这个总长等于误国。好，那你就去借，反正现在这个政府借洋债也快借破产了，债多不愁，时多不养，也不差你这一份。告辞。比赛啊，关于借款这件事情，我还想再跟你说几句，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我给你算笔账啊，就拿英法德日俄5国银行团跟咱们签订这个善后借款条约来说，光是利息和扣款就超过了借款额的1半。日资银行500万英镑，主要在欧洲募集公债所得，它本国仅少量募资。是日本人那边，盛宣怀主导的，竟然有这种猫腻。盛宣怀一直劝说我们接受日本贷款，之前也为日本银行找过农商部，名约互惠互利，实为帮助日本以贷款做诱饵，实现其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计划，实现其把中国变作棉花原料基地的阴谋。听见了吧？他一旦得逞，汉冶萍公司就只能靠廉价出售矿砂跟生铁来祈求日本的贷款。这样下去，中国将成为日本最耳小国在远东最大的冶金材料供应地。你提醒得很对，我一定会重视此事，去找盛宣怀仔细攀谈。你是知道的，大总统一向对他是有心结的，我看这件事情他在这里办不成。英森，我郑重告诫，借款这件事情不能丧失主权，不可涉国际失格。这是我写的一份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称，仅供冰三兄参考。非常及时，甚好。不过这要咱俩一起向大总统提出申请，这样我安排时间去见大总统。不去，见个大总统比见玉皇大帝都难。告辞。1914年1月10日，我到全国水利局就职任事。正当我尽力履职时，袁世凯竟下令解散国会，
停止议员职务，各尽分开。先生，先生，侯生啊，问问情况到底怎么样？先生，我先问您，您是不是去找袁世凯了？是啊，外面都在说袁世凯躲着不想见你，但您是非见不可，最后两人大吵一场，不欢而散。袁世凯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习惯了在北洋搞一言堂，一呼百应，权欲熏天。你说他有意瘫痪国会，这个是有可能的。要说取消国会，全面恢复帝制，他有这个胆吗？就算他心里想称孤道寡，他也不能不为天下人心，不为百姓之口吧？先生，今天的报纸看看吧，这件事情恐怕就要变成真的了。侯生，这么说，他真的要与共和为敌了？不只是要与共和为敌，他还要身披龙袍，复辟帝制，变中国为袁家的天下。侯生，走，大总统府。反对强权！反对强权！平等自由！平等自由！反对强权！反对强权！平等自由！平等自由！大总统，大总统，请你出来见我。张总长，大总统有公务外出了，他不在。大总统，我知道你在里面。如果你不愿意见我，张简也不勉强。借东坡先生几句话赠你：操往而临渊，自名为不取，不如视往而人自明也。董事长，今天我们还去办公吗？别再叫我总长了，国会都解散了，我呀，就是一个百无一能的老翁。南通那边一大摊子事情，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是，我们不能困在这里。好在丙三兄答应协助我们创办河海工程学校，该回去了，收拾一下吧。好。喂，丙三兄嘛，季直啊，哎，我想请问丙三兄今天晚上可有空暇呀？啊，若无其他事的话，可以来寒舍一聚。我备了几个小菜，
可以满足熊凤凰的胃口。哦，伯堂兄能来，那甚好甚好。那今夜我们一起雅聚。丁三兄，请啊。张总长，国会是保不住了。总理希望与内阁阁员商量辞职之法。节之兄，袁世凯这次下令强制解散国会，就差拿枪顶着我的脑袋签字了。哎，是不是连你们都不肯体谅我的苦衷啊？我背了这么大一口黑锅，进退失据，事事为难，处境窘迫。我看我这个内阁总理啊，首先就该辞职。哎，丁三兄，您不能辞职啊！你想啊，你这会儿走了，那不就正衬了袁世凯的心意吗？反对专制的人全走了，那独裁者越发独裁。节之兄，你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可是我因为解散国会一事已经名誉受损了。我要是再不辞职以示清白，那天下人以为我和袁世凯同流合污了。节之兄，你我，梁任公和总理，在明隆内阁中同属立宪一派，我们是不是共进退啊？哎，伯堂兄、丁三兄，这我就职的时候可就说过，我此番前来没有做官的意愿，我一不为总理，二不为大总统，我只为我自愿。既职一生，所追求的是强国谋戮，富民竭力。此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则止，非因人也。我也正有此意，为国谋事嘛，总要受些委屈。吃菜，吃菜，吃菜。这都什么时候了，我吃得下吗？两位啊，来，请看这里。补丁，哼，未免你这也太节省了吧？补丁不好看吧？但它很有用。有些人、有些事、有些话，不讨喜、不好听、不好看，但却非常有价值。当然，有些人不喜欢补丁，他碍眼呐。如果说在京城不能实现我的志愿，我就要回乡去，把我这块补丁就一定要打到南通去。我办实业做教育，这块补丁我是当定了。两位也想想自己这块补丁应该打在何处，好自为之。你说的很对，以后我打算办慈善事业和教育，多少为国家也做点贡献。好，那言下之意，丙三兄是暂时不打算辞职喽？甚好。那还请丙三兄千万替我考虑一件事。那继职所托河海工程学校一事，还望丙三兄千万落实，看在补丁的份上。伯堂兄，你看到吗？我都要辞职了，他竟然还不放过我。哎，吃菜，菜都凉了啊！吃菜。四哥，我今儿带来好消息了。就这4个月时间，我们的沙价那可是大涨特涨啊！今年我们赚的是盆满钵满，咱们大生的订单那是接都接不完呐。四哥，你看看把孟生给乐的。好，孟生齐功一件。齐功一件。这四川和江西的补商啊，把我们大生的门槛都快踏平了。1、2厂都连轴转了，还是供不应求，所以3厂的建设一定要抓紧了。对呀，四哥，现在大把的钱等着咱们赚呢。孟生啊，卖得好是不错，但是河海工程学校必须要建。你看，刚高兴一半，这马上又要提花钱的事情。钱我们是赚了，可也不能
拿去打水漂啊！办教育可不是打水漂啊，是为了长远打算。我已经数次呈文啊，申请财政拨款，均无答复。所以我想出一个解决燃眉之急的折中办法：每年的经费先由江苏、浙江、山东直隶4省均摊，待中央财政好转后，再给学校拨款，承担开办支出应急资金。我守在家。孟生，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就按四哥说的办。嗯。画得不错。这样子。再深一点。司先生，请，教室在那边。沈教习，我有一个问题，我们是来学刺绣的，为什么还要学画画、练写生呢？这是因为我们手里的这根绣花针，是要描绘出我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思、梦中所记。你们绣花绣出来的就应该是这朵花的饱满诗意、光影流动。你们绣人，他的那双眼睛就应该要充满人物的所思所想、所喜所悲。绣以象物，物自有真。我们要绣出来的，最终是这世上的至真至美。这天地之间，千形万态，但入无目，无不可入无真，无不可入无秀。所以，我要你们先学会欣赏，学会写生和临摹。司先生，司先生好，夫人好。沈教习远道而来，我呢因公务未能亲自去迎接，实在是失礼。司先生别这么说，我自来南通，夫人事事安排的周到，女士的姚校长也常来看我，我已经把这里当做自己家一样了。倒是司先生一直在外为国事奔波，才刚回南通就来所里看望，我生受了。哎，哪里，沈教习客气了。哎，怎么没见到冰尘兄啊？他今日去平民工厂了，还未当面谢过司先生。我夫妻二人沦落天津，得亏司先生好心相助，还给卓夫安排了这份工作。哎，哪里，您能来教学呀？说心里话，我是感激不尽的。更何况冰尘兄是大才，在我那个贫民工厂里做主任，委屈啊！只是还有一件事情啊，我呢不大好启口。司先生有话直说。本来沈教习教学辛苦，我就不想再烦劳了。可是我想来想去，这件事情啊，非沈教习不能承担。什么事啊？是这样，美国政府啊发来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邀请函，这种世界性的机会是相当难得的。更何况沈教习在意大利斩获殊荣，我想呢，如果我们能送一幅作品过去，一定能获得满堂彩，同时也好把咱们苏绣的这个名声啊，把它打出去。这博览会什么时候举办？它开幕是在明年年初，但是2个月之后
这个作品就要运往美国。2个月。我来南通之前，有一幅耶稣像，是请苏州画家严文良做的油画稿。若是能在2个月之内赶绣出来，就能送去参展。什么样的耶稣像？它是在西洋名画《荆棘冠冕》中提取出来的人像，这说的是耶稣蒙难的故事。哎，我以为这个想法不错，哎，让西洋人呢，在他耳熟能详的文化中看出新意来，一定能造成影响。只是这2个月的时间，辛苦沈教习了。司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完成。臣本不义，躬耕于南阳。司先生好。苟全性命于乱世。沈家姐姐，这是沈教习在吃药吗？是，他近日太费心神，所以便有些咳喘胸闷。真是辛苦他了。那我现在方便进去探望一下吗？司先生，您还是先别去了。他今日啊还要绣足2个时辰，我怕您这一进去反而耽误功夫。这样不会身体吃不消吧？唉，谁劝他都没用，他打小就是这个个性。只要答应的事儿啊，就算豁出命去也要做好。也好吧，等我从南京回来再来探望，请转告沈教习，一定要保重身体。看这个肌理，包括这血脉这个。司先生夫人来了。这是夫人好。司先生夫人好。司先生好。司先生夫人，请。这比原画稿还要生动传神，雪君妹妹真是巧手。司先生，妹妹说会将这几幅绣送去美国巴拿马博览会参赛，可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雪君妹妹人呢？啊，夫人，妹妹绣完这幅像就病了。明晨贤弟，我听后生说您在工厂干得并不是很顺心。实在不好意思，工厂环境嘈杂，待得我实在是
心烦头疼。哎呀，这个是我疏忽了。这项工作与您技艺不合，有另外一项工作，想必冰尘贤弟会欣然允诺。什么工作？沈教习的这幅耶稣像啊，要去美国参加博览会，运输实属不易，要派遣专人护送。去美国参加博览会？我愿意去。我也认为冰尘贤弟最合适不过。四先生果然慧眼识珠，的确这件事情舍我其谁啊？那好，那就请冰尘贤弟对这幅耶稣像珍而重之。这是内子的心血，不必嘱咐，我也会多加小心的。好，我认为中国强盛需发展大工、大农、大商，水利贯穿其中，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我自创办通海垦牧以来，即向政府呼吁，做调议全国水利城，治淮规划之概要，岛淮计划宣告书，淮一术指标上阙书，主持淮河测绘，提7分入江，3分入海。纵年届垂暮，只要能根治水患，我愿历尽心血，至死方休。停下！哎，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总长，公使先生到了。这位是农商部张总长。您好，您好。公使先生特地前来洽商美国红十字会为岛淮工程提供资金的合作。欢迎欢迎，请坐吧，请来。I'm sorry. I'm afraid I'm going to have to disappoint Minister Zhang. 对不起，恐怕要让张总长失望了。To the truth, Mr. Minister, the recent outbreak of the war in Europe has led to worldwide financial turmoil, which has spread to the Americas. The funds of the Red Cross mainly come from bankers and contractors, and this greatly affects fundraising. 而且欧洲战争使难民大量增加，红十字会的主要工作将转移到欧洲。美国红十字会救助战争灾民，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我有必要提醒您，之前您代表的美国红十字会和我代表的国家水利局，我们官方签署了岛淮借款草约，而且美国派来的工程团已经开始岛淮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这个时候，您公然取消合作，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代表政府表示抗议。Mr. Minister, I fully understand your anger and deeply regret it. However, the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Huai River project, and your government now arbitrarily changes the constitution and cancels the National Assembly. It has no credibility and is unwilling to provide mortgage guarantee for the project loan. 大总统不愿意为我们做贷款担保。 Yes, the Red Cross has visited President Yuan. The president said that he is now busy dealing with Sun Yat-sen and is going to borrow money from the Japanese to fight. How can he have the energy to borrow money to govern Huai River? "不可理喻！ 大总统，张总长，请大总统
即刻下拨赈灾款。不是我不批赈灾款，是实在没有钱。大总统，自打黄河夺淮入海以来，淮河入海无路，入江不畅，美至汛期，淮河两岸一片沃野，变成汪洋泽国，百姓苦不堪言呐。更有甚者，地方官员勾结黑匪路霸，以治河为名，大肆敛财，还美其名曰靠河吃河。天灾已然可怕，人祸尤为可怖。望大总统念在淮河两岸千万苍生的份上，为民除害，为国治河。我何尝不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之道理？只是如今实在无暇顾及。这样吧，你检举的匪患的事情，就由你们全国水利局去办。一旦罪名确凿，不管背后是谁，即刻依法查办。还有，你提出的治河方案虽有道理，不过工程量巨大，所耗甚多，不能采纳。